丈夫刚死，妻子就开始精心打扮，美丽的脸上看不出一丝忧伤。在男人下葬的时候，其他人都掩面痛哭，她却捂着嘴巴偷笑起来，随后抓起地上的石头，狠狠地砸着丈夫的棺材。村民都以为她是悲伤过度，都在夸奖她对丈夫忠心。然而没人知道，女人其实在发泄自己多年来的委屈和不甘。她恨不得丈夫早点死。原来，女孩本来生在富裕的家庭，有着幸福的生活。可就在那天，她跟着奶妈一起出去玩，却不小心走丢。女孩急忙大声呼喊，不想没有找到奶妈，却喊来了人贩子。她被人贩子掳走，卖给了山里的瘸子。可女孩总嚷嚷着回家，还威胁瘸子说要报警。没想到暴躁的瘸子直接割掉她的舌头，再也不让她说话。等到女孩长大，她就做了瘸子的媳妇，还给她生下了孩子。但女孩的妥协并没有换来瘸子的疼爱。白天，她就对女孩又打又骂；到了晚上，就会对着女孩狠狠发泄。女孩生不如死，直到这天，她才终于得到了解脱。村里的嘎子为了讨好寡妇，每天都会来山上炸野味。这天，他照旧买好炸药，然后转身离开。突然，砰的一声，嘎子顿时开心坏了。这下总算炸到了野味，但很快传来的求救声让他惊吓不已。这是伤到人了，他急忙赶了回去，发现瘸子躺在那里，奄奄一息，瘸腿这下彻底变成了断腿。嘎子被吓坏了。此时，村民们闻声赶到，众人合伙将瘸子送回家里。看着孤苦无助的母女，大家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。女人虽然是个哑巴，却并不好惹。她突然抓狂，将众人全部赶了出去。随后，村长带领大家开会，新领导马上就要上任，这下出了人命，肯定会造成恶劣影响。众人一起合计，不如让嘎子家赔点钱，这事就过去了。可他家也穷，他们就让嘎子爹献出自己的棺材。一听棺材本都赔了，嘎子爹顿时急了。你要脸的东西！少把这一句话！你就天天炸，炸死人了吧！村民们为了这事，纷纷跑来跟哑巴说情。没想到的是，哑巴不但没有报警，还不肯接收嘎子的赔偿。所有人都以为他是过度伤心，一时坏了脑子，于是决定让嘎子暂时照顾哑巴母女，等他想清楚赔偿的事情再做打算。嘎子可不乐意了，这不是赖上自己了。他急忙找到寡妇，想跟他借钱了事。没想到的是，寡妇翻脸不认人，还大骂他不要脸。嘎子终于知道寡妇这是行不通了，他思前想后，只好亲自来到哑巴家里，负责照顾他们母子的起居。可一进门，嘎子就傻眼了，他们家连猪圈都不如，吃的东西也都发了霉。哪儿人吃东西？嘎子瞬间父爱上身，不但干起了重活，还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。原本破烂不堪的小家，逐渐变得温暖起来。为了感谢嘎子，哑巴经常做好可口的饭菜，叫上他一起吃饭。相比较她死去的丈夫，嘎子真的是个好人。不知不觉，两人在相处中逐渐产生莫名的情愫。原本嘎子只是同情哑巴，可慢慢的他发现哑巴不仅漂亮，还很贤惠。嘎子突然很想一直跟他们生活在一起。就在这天夜里，村里来了唱戏的，嘎子拉着哑巴一起坐下。寡妇看到后，不由得心生嫉妒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就来到嘎子家里，叫醒了正在熟睡的他。寡妇百般讨好，提出借给他钱赔偿哑巴，也好让嘎子快点回到自己身边。可这时候的嘎子哪还有心思惦记寡妇？他急忙表示拒绝，却让寡妇下不来台。就在这时，哑巴的女儿来了，她是来叫嘎子吃饭的。寡妇更是醋意大发，产生了报复的想法。眼看儿子跟哑巴越走越近，嘎子爹不由得担心起来。他给儿子介绍了个傻子，只要答应下来，对方就给他2万块，这样刚好赔偿了哑巴。这可真是亲爹，竟然让儿子娶个傻子。嘎子可不乐意，正巧哑巴就在门外，听到了一切，他急忙跑了进来，拿出当初写好的字据。哑巴支支吾吾，比划了半天，嘎子爹也明白了，他不要任何赔偿，就是想跟儿子在一起。2个疯子，你选一个吧。嘎子开心坏了。到了晚上，他拿出所有的积蓄送到了女人面前，可女人却急忙送了回去。两人让来让去，哑巴不懂得表达，误以为嘎子选了傻子，给钱就是要离开，但嘎子却是认定了哑巴，才把所有积蓄全部交了出来。直到嘎子搬来婴儿床，哑巴虽然没有抬头，但心里已经明了。就这样，一个半路组成的一家3口，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两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。然而没过多久，一个消息打破了这份平静。这天，村干部收到通知，瘸子是个在逃的杀人犯，而这个人还死在他们村里。警察正在调查这个案子，估计很快就会查到这里。到时候真相大白，势必会给村子带来不好的影响。为了隐瞒事实，村干部决定赶走哑巴一家。这番话恰巧被门口的寡妇听到，她本就嫉妒哑巴抢走了嘎子，这下终于逮到机会，她要把嘎子抢回来。随后，寡妇将此事昭告全村人，带着大伙一块起哄。所有人要求哑巴一家滚出村子，但嘎子坚决不同意。他为了一个外来户，不惜与全村人为敌，炸死哑巴的男人就得照顾他们一家。从前是因为一纸契约，现在却是真心的想保护他。不管有没有那份合同，我都一样要照顾他，一直照顾下去，照顾一辈子。我要娶她。村民们一时间不好再说什么，可到了晚上，他们还是聚在一起商量，一定要把哑巴一家赶出去，可不能因为杀了人就把村子的名声给毁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寡妇带着女人们堵在哑巴家里，他们让哑巴滚出去，见他不肯，就开始围殴他，而男人们也是拦住嘎子，继续劝说他。嘎子看着哑巴受辱，怒吼着挣脱了束缚，跑上去护住哑巴。为了心爱的女人，
他不怕跟任何人动手。眼看双方争执不下，山下却传来了警笛声。男人们赶紧来到村口，看到赶来的2辆警车，而车上下来的人竟然是嘎子爹。原来为了成全儿子，他竟主动去报了警。嘎子为了保护心爱的女人，主动承担了责任，而哑巴却不乐意了。他猛地推开警察，却被嘎子拦住，两人抱在一起，泪流满面。警察带走了嘎子，在指认案发现场的路上，哑巴却堵在了那里，手里还举着一张纸，竟然是认罪书。嘎子发现后，立马挣脱警察的束缚，上前抢过那张纸，塞进了嘴里，就怕被警察看到。你干嘛？面对嘎子的质问，哑巴没办法回答，他只是温柔地望着他，轻轻抚摸他的脸。然而到了晚上，哑巴还是写下了认罪书。原来那天他看到嘎子埋炸药的位置，突然就有了主意。因为受不了瘸子的长期凌辱，哑巴早就想杀了他。于是他在地上捡了很多果子，送给女儿，然后女儿就找到瘸子，按照哑巴说的，让他去山上找果子。然而瘸子去的地方刚好是嘎子埋炸药的地方。其实那晚瘸子并没有死，只是哑巴将众人赶出去之后，他望着眼前这个禽兽不如的男人，心里越来越恨，直接用手活活将他闷死。第二天，警察收到认罪书，带走了哑巴，而嘎子就被锁在另一辆车里。看着被带走的哑巴，他喊得撕心裂肺，直到载着哑巴的警车走远，嘎子才被放了出来。他只能追着车子狂奔，而哑巴也没有回头。嘎子只能无奈地看着他越走越远。